就是这儿了。哇，这么隐蔽的地方，过了10多年，你还能找到这块儿？我爹教给你的看鱼之术全忘了，就没好好学嘛。我们现在脚下踩的地方，就是当年我爹带我走的盗洞。这个盗洞连通墓里的甬道，也就是离金刚墙最近的地方。离开的时候，我爹曾吩咐过，将盗洞回填封土，防止盗墓贼进去。那洞都封上了，师傅是从哪儿进去的？我爹去了东夏这么久，难免会有其他盗墓贼盯上这里。这样吧，我们分头找一找。关峰，来。爹，这里竟然是个夫妻合葬墓。那你看看能不能找到墓主人的身份？棺椁画得这么精致，材料也是上乘的，不是一般人家的棺椁。怎么没有碑文？这墓主人也太古怪了，陪葬的金石玉器和棺椁都是上乘的，却没有碑文。难道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？棺椁两侧摆满了书册，这墓主人明显是一名文官，而且还是大官。什么样的大官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呢？我猜墓主人的碑文就藏在这石龟之中。那为什么他不光明正大的刻在外面，而是藏在人瞧不见的地方？娘教书时曾说过这么一个人，他云游四方，靠钱财离间各国君臣，离间不了的还暗杀之。他就是前朝长史刘贤。他习惯隐藏自己的身份，自然也会隐藏自己的碑文。那就让我来看看到底是不是他。真的是刘贤，真的是刘贤的墓。师傅，刘贤墓的盗洞都探查清楚了，看样子应该是打了不少日了，估摸着不出2日就能打通到后殿。还有我们进来的这个打通了甬道，好在盗墓贼死在了机关里，否则这里肯定被糟蹋了。他们肯定会继续挖的，你们守株待兔，都给拿下。
还有，记得把所有盗洞都给它填上，这里的东西要原封不动。是。青天剑有着修缮和保护重要陵墓的责任，但不能主动发掘。明白了。哎，地上有火把。都被盗干净了。从盗洞来看，应该是有3批盗墓贼来过。这些人，有的死于机关之下，而有的则死于内讧。那咱们要找的东西，会不会已经被人拿走了？分头找找看，要是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，赶紧告诉我。行。小心！这什么东西啊？别担心，这是刘贤的碑文。棺椁里什么都没有。石磊，帮我拿一下。这是干什么呀？我爹说过，青天剑的人要好好对待每一具尸骨，就算我们没有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，也要将他们好生安葬。我们离开之前，要把棺椁恢复原状。纹路怎么是反的？连盗墓贼都没有发现，这刘贤的墓里还另有玄机。这把刻刀是我爹最常用的，这刻刀的刀柄被刻坏了一个角，我爹心疼了好久。看来这幅石刻就是我爹刻的别传。但是，这个如果是师傅刻的话，那为什么在最后空出来一个字啊？圣人之道，一字以蔽之曰仁，曰圣。哎，不行，怎么了？这里散落了这么多的字，他却独独留了一个空位，只怕放不对，就没有机会了。那应该放哪个呀？一个可以概括单一子一生的字。
单一子，不是刘显。你们看，这石刻上面的内容，讲的是一位圣人，心系百姓，胸怀天下。能称得上这番话的，不是刘显，只能是他的师傅单一子。刘贤做不到像单一子一样周游列国，维持天下和平，他只能在庙堂高处，用离间和暗杀的手段挑起纷争，谋求所得。他始终都悟不透的，便是空缺的这个字。贤，仁，慈，和，恒。圣人之道，一字以蔽之。智奴，这个是不是师傅藏的那个东西啊？他们为之抢夺的，不惜害我蒯家家破人亡的，就是这个东西吗？你赶紧拿出来看看呀！师妹，小心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？这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东西。啊？这是我爹做的青铜匣。爹，你不是一直很想做出这个东西吗？为什么现在做好了，你不开心啊？这青铜匣，集先人智慧之大成。爹一直在古书中寻找制造它的办法，但真把它做出来的时候，却突然发现，我太沉迷于这其中的机巧设计，忽略了它本身便是一件凶器。如果此物误入歹人之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就藏起来，不要让它被歹人拿到啊！智奴真聪明。好，我们就把它收起来，找机会藏在一个不会被人发现的地方。自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青铜匣，直到今天看到它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我爹早就把它藏在了这里。难道是从东夏回来那天？不，应该是小时候他带我来的那一次。可如果那天师傅没来过这里，那他为什么从西南方向绕路回家？总之，我爹没有取走青铜匣，那他从东夏带回来的那样东西，也一定不会在这里。原路返回，这里不用再找了。走。
志诺，没能拿到你要的那样东西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。这个青铜匣威力惊人，比起当面下毒，有了它，机会已经大了很多了。那我们一块儿去杀了他。我也可以帮你。哎，不行，以我刚刚相认，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不能让你跟着我一起去冒险。可是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啊！关峰，你相信我，我已经有了全身而退的计策。你确定？等我干完这件事儿，我们就一起离开，一起去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再也没有人认识我们。志诺，你从小就比我聪明很多，你的办法一定是好办法，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平安的归来。你放心，还有一件事情交给你们俩，把这个盗洞用土回填起来，方实一些。走了。小哥，将这封信交给你们库房的那位先生。好。再往中间放，瓜果放两边。管家，有，臧大人，先后的小店都准备妥当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就等有时行祭奠之礼了。好，那你先去忙吧。好。做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机关，不是为了杀人，只是不想这门技艺失传。你真爱、痴迷于这项技艺，不希望它沾染分毫的不良之念。但是爹，我没有其他选择了。现在它在我手里，我会用它杀了平津侯。为您，为母亲，
妹妹和所有的师兄弟们报仇。臧大人，在做什么？我方才想了想时辰，今日酉时希季，万物已入，酉为酒气，又有丰收之意，所以我将酒樽挪到了左边，以示尊贵。方才整理的时候，不小心沾到了香灰，清理一下。哦，还有这样的讲究，大人真是心细如尘。应该的。侯爷，时辰到了，该上香了。父亲，家中一切安好，胜券不减。前些日子，皇上还嘉奖辅儿办事得力，您在九泉之下也可安心。过几日父亲继承，我携家眷到陵园，为庄家先祖敬酒上香。儿子绝不负您的嘱托，保业守成，让庄家永续。知行怎么还没来？侯爷已经差人去找了。知行从昨日起便已不在府中，怕是去什么地方玩了。启文为何没有动静？等他回来，自去领罚。侯爷，侯爷，祭拜先人乃一家之礼法，我看还是等二公子回来，和大公子一起吧。为什么要等他？目无家法，本侯不想见他。今日二公子不在，人数欠缺，这香炉中的香火不足9束，99归一，小人是怕先侯地下有知，认为不及呀。先侯征战四方，豪迈洒脱，从来就不相信这些。就算泉下有知，求的也不是99归一。不过，你为何如此紧张？从刚才起，你就看着这个香炉，有问题吗？啊，侯爷，侯爷，臧大人做事一向周全，刚刚还在操心祠堂的布置，还特意选了供香。这香有何不同？侯爷，这就是此前臧大人用的香。小人发现，此香不同寻常，心里有金丝，所以小人冒昧的将此香换下。臧大人，您这是何意啊？侯爷恕罪，
今日祭奠先侯，此香内灌有金丝，燃香为火，火克金，可消金戈铁马的杀伐之气。小人斗胆，用它焚香祷告，望先侯有灵，消灾降福，坐镇门庭，保家宅兴旺啊！庄山，在。去看看这香炉。是。既然是为了家宅安宁，为何自作主张，不和人商量？侯爷刚硬强妄，小人怕侯爷不信这些风水玄说，听了心烦，所以小人便擅作主张，还望侯爷降罪。本侯就是火命，不然这些年怎么立下赫赫战功？庄山，侯爷，藏海是为侯府着想，你坏了他好意，该罚。小人自作聪明了。继续吧。这机关盒不在香炉里，那会在哪儿？我申时放进去，有时就不见了，中间只有一个时辰，怎么就凭空消失了？是有人发现我了，但显然平静后还不知道。难道是丫鬟小厮将它当成无关紧要的东西扔了？还是说，有人取了出来，准备在恰当的时机告诉平静后？大人回来了。吃点茶点吧。我不吃甜食，你们拿去分了吧。谢大人。哎，祠堂的供台都收拾干净了吗？回大人，都收拾好了，贡品早就被丫鬟婆子们分掉了，祭祀用品也归置妥当，清理出来的阿扎已运往后院，一会儿就叫车拉走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你在找什么？是在找这个东西吗？为什么现在要杀他？我见到了我的爹娘，他们被平津侯剥皮抽筋，置于侯府地下的密室里，被人踩在脚下，至今都无法安息。那你想过事后怎么脱身吗？我本来打算在府兵封锁侯府之前趁乱逃离，但没想到管家偷换了我的香。要不是恩公提前一步，今日平津侯恐怕就发现我了。一个管家，哪敢自作主张？如果是平津侯早就设计好了，就等着你自投罗网呢。
你就没有想过，让你杀平津侯的人是他自己吗？过些日子是家父继承，先在府中加殿，再去陵园祭拜。你也好好准备一下。不知侯爷为何让我搬进内院？按规矩，幕僚都住舍人府的。当年杨真杨大人最得势的时候，也没能搬进侯府内院来住。能坐在这张桌子上吃饭，都是本侯最信任的人。侯爷，最近市井上有一些关于小人的流言，流言本侯听得多了，都是些无稽之谈，不用放在心上。这些都是工部的图纸啊。侯爷的意思，以后有些事情，希望您多替大公子背后背。他对你委以重任，你接近他就更容易了。待会儿吃完粥，你自去本侯的书房把魏辽子给取来。臧大人以后可以自由出入书房，不必再中转了。所以平津侯在试探我，他让我自由出入财库、书房，只是为了降低我的戒心。你现在冷静下来，一切都想得通了。平津侯仇家众多，你如今是他的贴身幕僚，他就是想看看你在强压之下是否会有异心。不要把他当成莽夫，更不要觉得他是你可以轻易算计的。他死了，你也必死无疑。杀了平津侯，就是我活在这世上唯一的目的。进来。侯爷，侯爷，小人犯了大错，请侯爷责罚。你出什么事了？这是小人近日收到的东西，怕是有人信了外面的流言，想要以此要挟小人，谋害侯爷。是小人刚愎自用，心想着区区鼠辈玩弄把戏，小人1、2日内便可以找出此人。不想此等小事还让侯爷费心，但小人无能。查了2日，一无所获。眼看着扇子上面的3日之期将至，小人怕来者不善，万一真的有人要加害于侯爷，所以特来禀报。既然此人可以找到我，难保他不会再找其他人。侯爷，您近日一定要多加小心。你不仅怕有人加害本侯，更怕3日之期一到，本侯没事，他不会放过你。侯爷恕罪，小人的确怕死，但小人更怕侯爷身陷险境。你们聪明人就是心思太重。本侯跟你说过，有些事情不必放在心上。别说这区区流言，就说想本侯死的人，怕是数都数不过来。这些连面都不敢露的鼠辈，根本杀不了本侯。你现在是本侯的心腹，他们自会从你下手。你要记住，既然本侯是你的靠山，以后有什么事，别闷在心里，只管开口便是。多谢侯爷。那这事儿，行了，你先回去。此事，本侯自有办法查清。是。
杀了平津侯，就是我活在这世上唯一的目的。被仇恨蒙住了双眼，是报不了仇的。就算平津侯在你这一计中丧命，你也没有机会再施展第2计、第3计了。恩公的意思是，我要是告诉你，你的仇人不止平津侯一个，还有其他人呢？我在京城打探多年，了解到当年蒯家灭门之事的幕后主谋，除了平津侯之外，还有另外2个人。这3人要抢夺你父亲从东夏带回来的那样东西，所以你的仇人不是1个，而是3个。恩公，我在平津侯的密室里发现一条铜鱼。铜鱼？是灭门当晚，我亲眼见到他从我父亲身上拿走的。但在我的记忆里，有3条这样的鱼连成一环。也就是说，有可能是他们3人一人拿走了1条。他们是谁？一个是当朝司礼监掌印太监曹敬贤。曹敬贤大权在手，自然横行无忌，经常罗织罪名，陷害臣工，清除朝中政敌，壮大自己的势力。平津侯放纵渠交，凌钱杀人。你可知，言官们弹劾他的奏本，为何都进了侯府？是曹敬贤给压下来的。他们俩里应外合，官官相护。那另外一个人是谁？这些年，我一直好奇一件事：原本没有交集的2个人，竟然在一夜之间结成同盟。10年前，平津侯从东夏返回京城，当晚，他和曹敬贤都离开了各自的府邸。第2日，蒯家就遭遇了灭顶之灾。我想，他们一定是去见了第3个人，但这个人藏得太深，我一直找不到有关他的线索。你方才说的铜鱼，验证了他的存在。请恩公告诉我应该怎么做。如果是我会折服，静待时机。对不住，恩公，我办不到。看来高明没有好好教你如何沉住气，让你的心乱成了这个样子。恩公，您高看我了。为了杀平津侯，我蛰伏了10年。本以为自己已经成功接近了他，只需最后一击，就可以功成身遂。但现在，非但没能得到他的信任，还多了2个仇人。每天夜里在梦中，我都会见到我父母渴望的眼神。我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日都是煎熬，不想让他们等太久。然而我最怕的不是等，而是我穷尽一生也无法报仇。你当然能以匹夫之力成于一击之间，但平津侯一死，另外2个人会立刻知道。你再想接近他们，绝无可能。你是杀了平津侯，功成身死，还是忍小愤而救大谋？自己权衡吧。
掌心念着危险的渴望，惊涛笑里藏，惊雷无声响，城府深，深不过我目眶。阴谋是我护身的衣裳，阳谋是我纵横的刀枪，用隐忍的狂，稀释道德藏，也不黑，只因为我心滚烫。翻云是我，覆雨是我，人心的罗盘莫测，总会有人起起落落。盛夏是我，雨多是我，上夕阳如烈日赤裸，与君共高歌。芒种是我，秋收是我，天下是我，苍生